婚姻中最大的陷阱，往往不是爱情的消失，而是金钱的出现。这句话在我刚结婚时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，如今却在我身上得到了最直接的印证。很多人说，婚姻的本质是一场经济合同，当利益出现变动，人性的真面目也就随之显露。尤其是当巨额财产突然降临时，曾经的山盟海誓往往不堪一击。我的故事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婚姻与金钱的关系。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正在家中整理拆迁相关的文件。我父母留给我的老房子终于等来了拆迁，补偿款刚刚到账，整整360万。这笔钱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巨款，可以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正当我沉浸在喜悦中时，婆婆突然来访，身后跟着一脸严肃的丈夫陈磊。小文，今天来是有正事要谈。婆婆的语气异常冷静，这与她平时的热情判若两人。我放下手中的文件，有些疑惑，什么事这么正式？婆婆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推到我面前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你看一下。我愣住了，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。结婚5年，虽然生活平淡，但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矛盾，怎么突然就要离婚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看向一旁沉默的陈磊，你们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陈磊避开我的目光，低声说，小文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有些事情摊开来说比较好。我妈觉得我们性格不合，长期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。我苦笑一声，5年了，现在才发现性格不合。婆婆接话道，小文，你也别怪雷子，这些年你们没有孩子，两家人聚少离多，感情自然淡了。现在拆迁款也到了，各自拿一半，以后也好各自生活。原来如此，拆迁款一到账，婆媳关系就露出了真面目。这份离婚协议书上赫然写着，双方各自保留婚前财产，婚后共同财产平分。而我父母留下的房子拆迁款，被他们理所当然地划为了婚后共同财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压下心中的怒火，问道，所以你们是冲着拆迁款来的？婆婆面色一沉，小文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你们结婚这么多年，雷子也付出了不少，这拆迁款就算是补偿他这些年的付出吧。陈磊终于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不自然。小文，我知道这是有点突然，但我妈说的对，我们确实不太合适，分开对大家都好。我看着眼前这对母子，突然明白了一切。5年来，我以为我们是一家人，却原来只是他们眼中的摇钱树。这个家从来就不是我的港湾，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。好，我签。我拿起笔，在协议书上龙飞凤舞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婆媳俩明显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地答应。小文，你……陈磊似乎想说些什么，我打断了他。等等，既然要分割财产，那我得先确认一下什么是我的婚前财产。说着，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，取出一张房产证递给他们。这是什么？婆婆疑惑地接过房产证。我婚前购买的房产证明。我平静地说，拆迁的正是这套房子，所以拆迁款自然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不在分割范围内。房产证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，购买日期比我们结婚早了整整1年。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陈磊也露出了震惊的表情。这不可能！婆婆几乎是尖叫着说：“
那房子明明是你父母的。不，那房子原本是我父母的，但在他们去世前过户给了我。后来我又卖了那套，买了现在拆迁的这套。我解释道，语气异常平静。所有交易都有法律文件证明，时间点都在我和陈磊结婚之前。婆婆的脸色由红转白，又由白转青。她显然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转折。你早就知道要拆迁，所以才提前做了这些安排？陈磊不敢置信地问。我冷笑一声，拆迁的事情是最近2年才确定的。我买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。不过，就算我知道又怎样？那是我的婚前财产，我有权利做任何安排。婆婆猛地站起来，声音颤抖：“你这是欺骗！你明知道那房子值钱，却从来没告诉过我们。”欺骗？我反问道。陈磊是我丈夫，但我从没看到他对家里的财务状况有任何兴趣。至于您，婆婆，我们的关系似乎还没好到需要向您汇报我个人财产的地步吧？婆婆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用手指着我，嘴唇颤抖。陈磊上前安抚她，然后转向我：“小文，我们好歹夫妻一场，这么做是不是太绝情了？拆迁款好歹分我一部分。”我打断他：“陈磊，离婚协议是你们提出的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各自保留婚前财产。这房子是我婚前买的，拆迁款当然是我的婚前财产。如果你对这份协议有异议，我们可以重新谈，或者直接上法院，让法官来判。”陈磊的脸色变得难看，显然没想到一向温顺的我会如此强硬。“你变了，小文。”他低声说。“我没变，只是终于看清了某些人的真面目。我直视他的眼睛。5年来，我以为我们是相互扶持的伴侣，原来在你和你妈眼里，我只是一个可以随时抛弃的提款机。”婆婆听不下去了，她抓起包就往外走。“走，雷子，不跟这种女人多说，我们去找律师。这房子肯定有问题。”陈磊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跟着母亲走了。临走前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。房门关上后，我终于支撑不住，瘫坐在沙发上。5年的婚姻就这样在一张房产证面前土崩瓦解。我应该伤心的，但此刻心里却异常平静，甚至有一种解脱感。或许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。第2天，我接到了陈磊的电话，他说他们咨询了律师，如果房产确实是我婚前购买的，那么拆迁款的确属于我的婚前财产，不属于婚后共同财产分割范围。小文，我们能不能私下协商一下？他的语气软了下来，毕竟夫妻一场，你分我一部分拆迁款，我们好聚好散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问道：“陈磊，你爱过我吗？”电话那头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含糊地回答：“当然，我们在一起5年了。那为什么在拆迁款到账的第一时间，你和你妈就迫不及待地拿着离婚协议来找我？”陈磊沉默了很久，最终叹了口气：“小文，感情的事情很复杂。我妈觉得我们没有孩子，这婚姻没什么意义。正好你家拆迁了，分点钱各自开始新生活也不错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我们的婚姻价值只有生孩子和拿钱。”我的声音有些发抖：“不是这样的，只是……”陈磊支支吾吾，找不到合适的解释。“陈磊，我想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离婚协议我已经签了，你可以去民政局办手续了。至于拆迁款，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”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始收到婆家亲戚的轮番劝解，有的说我不懂事，有的说我不知好歹，
甚至有人直接威胁说要找人教训我，我全都置之不理，只是通过律师发了一份声明，表示如果继续骚扰，我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权。1周后，陈磊再次找到我，这次他没有带着婆婆，而是独自一人来的。小文，对不起。他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疲惫。这件事确实是我和我妈做的不对，但是能不能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给我一些补偿？我最近生意不太好，急需资金周转。我冷笑一声，原来如此，你不是真心想离婚，只是看上了拆迁款，想解决你的财务问题。陈磊面露尴尬，也不完全是，我只是觉得既然要离婚，能拿到一些钱对我来说会比较好过。陈磊，我直视他的眼睛，我们结婚5年，你了解我什么？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？你甚至不知道我名下有一套房产。这5年来，你的注意力从来不在我身上，而是在你的工作、你的朋友、你的母亲身上。现在你想要我的钱，凭什么？陈磊被我的一连串问题问得哑口无言。我以为你很满足现状，他弱弱地说。满足？我苦笑道。陈磊，我们已经分居2年了，你甚至没有发现，这是真的。2年前我就搬去了那套拆迁房居住，而陈磊因为工作忙，常年在外地，几乎不回家，偶尔回来也是住在他母亲家。我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，只是我一直抱着一丝希望，直到拆迁款到账那天彻底破灭。陈磊震惊地看着我，你搬走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你根本不关心。我平静地说，现在请你离开吧，离婚手续我会配合办理，但拆迁款1分都别想拿到。陈磊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我坚决的眼神，最终还是转身离开了。离婚手续办得异常顺利，陈磊可能也意识到了法律上的不利，没有再纠缠拆迁款的事情。但婆婆显然不甘心，她开始在亲友圈中散布谣言，说我欺骗了他们一家，抢走了本应属于他们的财产。我懒得理会这些流言蜚语，专心处理自己的事务。拆迁款到手后，我先还清了房贷，然后投资了一些稳健的理财产品，还规划着开一家自己的小店，这是我多年的梦想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陈磊起诉我，要求分割拆迁款，理由是他认为我在婚内隐瞒财产，有欺诈行为。看到传票的那一刻，我并不惊讶，某种程度上，我甚至预料到了这一步。我立即联系了律师，准备应诉。法庭上，陈磊的律师极力争辩说我在购买房产时有欺诈意图，故意隐瞒房产信息，意图独占未来可能的拆迁利益。被告在婚前购买房产后，从未向原告提及此事，明显存在欺诈行为。对方律师振振有词，根据婚姻法，如果一方在婚前有欺诈行为，可能导致财产分割时的特殊考量。我的律师冷静反驳，我的当事人有义务告知配偶自己的房产情况吗？法律并无此项规定，更何况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负担了大部分家庭开支，包括替原告还清了个人债务。如果要谈付出，被告付出的远比原告多，这是事实。婚后的5年里，我不仅负担了大部分的家庭开支，还帮陈磊还清了婚前的10几万信用卡债务。而陈磊虽然名义上是家庭的经济支柱，但他的收入大部分都用在了自己身上，或者给了他母亲。法官仔细审查了双方提交的证据，最终做出了对我有利的判决。
房产却为我的婚前财产，拆迁款自然也是我的个人财产，不属于婚后共同财产分割范围。走出法院，我长舒一口气，这场荒谬的闹剧终于结束了，我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然而，当我走向停车场时，陈磊追了上来。小文，等等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身面对他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法院已经判决了。陈磊的脸上流露出罕见的懊悔。我知道我错了，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是我妈逼我的。她看到拆迁公告后，就一直怂恿我和你离婚，分割拆迁款，所以你就照做了。我冷笑道，陈磊，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不要总是把责任推给你妈，是你自己决定拿着离婚协议来找我的，是你自己决定起诉我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陈磊低下头，我只是太软弱了。小文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我惊讶地看着他，重新开始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是的，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，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一团糟，我才发现我是真的离不开你。听到这些话，我突然笑了起来，笑得有些悲凉。陈磊，你是离不开我，还是离不开我的钱？他急忙辩解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是真的意识到了你对我的重要性。是吗？我打断他，那你能告诉我，我最喜欢什么颜色吗？我的生日是哪一天？我最害怕什么？陈磊哑口无言，显然答不上这些最基本的问题。你看，你连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。我摇摇头，陈磊，我们结束了，彻底结束了，祝你今后一切顺利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向自己的车，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。回想起来，我和陈磊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。6年前，我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陈磊，他当时是一家小公司的销售经理，风度翩翩，谈吐不凡。我被他的外表和能说会道所吸引，加上那时我刚失去父母，内心格外孤独，很快就陷入了爱情。交往3个月后，陈磊向我求婚，当时我犹豫了，觉得时间太短，但他以各种理由打消了我的疑虑。现在想想，他可能早就知道我父母留给我一笔不小的遗产。结婚后的第1年还算和睦，陈磊虽然工作忙，经常不着家，但至少在重要场合会陪伴我。我也全力支持他的事业，甚至拿出一部分积蓄帮他还清了婚前债务，又借给他一笔钱作为创业资金。婚后第2年，问题开始显现，陈磊的创业项目失败了，投入的钱打了水漂。更糟的是，他开始赌博，试图通过快速致富的方式翻本。我发现后极力劝阻，但他不听，导致我们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。那段时间，我不得不用父母留下的钱偿还他欠下的赌债，同时还要负担家庭的日常开支。陈磊虽然表面上感激我的付出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不满。不满我掌控了家里的经济大权，不满需要依赖我生活。婚后第3年，婆婆开始频繁干涉我们的生活，她不断催促我们要孩子，说传宗接代是头等大事。但那时我们的经济状况不稳定，加上我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一直在治疗，所以一直没有怀孕计划。婆婆对此极为不满，经常在亲戚面前说我不孝顺，不会生。陈磊明知道事实，却从不为我辩解，反而和母亲一起给我施压。婚后第4年，我父母留下的老房子所在区域传出拆迁消息，虽然当时只是小道消息，但婆婆立刻像是看到了希望，
开始频繁打听拆迁的具体情况，还多次暗示我要识大体，将来拆迁款到手后要分给他们一部分。那时我就意识到，婆媳关系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。更让我心寒的是，陈磊在这件事上完全站在母亲那边，仿佛那笔还不确定的拆迁款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。婚后第5年，陈磊的工作变动，需要长期在外地，我们的相处时间越来越少，感情也越来越淡。我开始思考这段婚姻的意义，但出于对承诺的尊重，我没有提出离婚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拆迁的消息终于确定了，当地政府公布了拆迁计划，我的房子正好在范围内。这个消息传到婆婆耳中后，她的态度明显变了，变得异常热情，甚至主动提出要帮我处理拆迁相关事务。我婉拒了她的好意，自己联系了律师处理拆迁事宜。同时，我开始暗中准备，以防婆家对拆迁款有所觊觎。事实证明，我的防备是正确的。拆迁款刚到账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送来了离婚协议。离婚后的生活出乎意料的平静而充实。我用部分拆迁款购买了一套小公寓，又拿出一部分实现了自己开咖啡馆的梦想。咖啡馆不大，但温馨舒适，很快就有了一批固定客户。我每天忙碌但充实，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然而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离婚半年后的一天，婆婆突然出现在我的咖啡馆门口。小文，能谈谈吗？她的语气比以往柔和多了。我有些警惕地看着她，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婆婆欲言又止，雷子他出事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出什么事了？他赌博欠了一大笔钱，被人打断了腿，现在在医院里。婆婆的声音哽咽了。尽管已经离婚，但毕竟曾经是夫妻，我还是决定去医院看看。医院病房里，陈磊躺在床上，双腿打着石膏，脸上还有淤青。看到我进来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后是羞愧。小文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虚弱地问。你妈告诉我你住院了，我来看看。我平静地说。怎么又赌博了？陈磊苦笑一声。离婚后，我一直心情不好，就去赌场散心，没想到越赌越大，欠了高利贷。婆婆站在一旁，眼中含泪。小文，我知道你和雷子已经离婚了，但看在曾经的情分上，能不能帮帮他？他现在欠了50万，那些人说如果再不还钱，下次就不只是打断腿这么简单了。我看了看婆婆，又看了看陈磊，这钱你们打算怎么还？婆婆为难地说，我已经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了，还差30万。我想让我出这30万，我直接点明了她的意图。婆婆低下头，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我实在没办法了。雷子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不能看着他有危险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问道，如果我当初真的把拆迁款分给你们一半，现在是不是已经被赌光了？婆媳俩都愣住了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问。陈磊张了张嘴，但最终没说出话来。我问你，如果当初拿到了拆迁款，现在是不是已经赌光了？我重复了一遍，语气坚定。陈磊沉默了很久，最终低声说，可能是的。我点点头，看来我的决定是对的。转向婆婆，我继续说，这30万我可以借给你们，但有条件。婆婆急忙点头，什么条件都行。第一，必须写借条，约定还款时间和利息。第二，陈磊必须去正规医院接受赌博成瘾的治疗。第三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
都不要再来找我。婆婆有些犹豫，利息要多少？市场利率不多不少。我说我不是慈善家，这只是看在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最后一次帮忙。婆婆最终同意了我的条件，我当场写了借条，约定1年内分期还清。婆婆和陈磊都签了字。离开医院时，陈磊叫住了我：“小文，谢谢你。”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：“不用谢，这只是一笔交易，希望你能好好反省自己，不要再自暴自弃了。”走出医院，我长舒一口气。我知道这笔钱可能很难要回来，但我不后悔这个决定，不是因为我还爱陈磊，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干净利落的了断，不再有任何牵挂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专注于经营咖啡馆，同时开始学习投资理财。拆迁款给了我经济上的自由，我想通过合理规划，让这笔钱发挥最大的价值。我几乎忘记了陈磊和婆婆的存在，直到半年后的一天，婆婆再次出现在咖啡馆门口：“小文，我来还钱了。”她递给我一个信封，这是第1期的还款，按照借条上说的，一共5万元。我有些惊讶地接过信封，确认了金额后，签了收条给她。陈磊怎么样了？我随口问道。婆婆的表情有些复杂，她现在在戒毒中心接受治疗，情况还算稳定，医生说需要长期治疗，可能要1年以上。我点点头，希望她能早日康复。婆婆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开口道：“小文，我想向你道歉，之前是我太执着于那笔拆迁款，影响了你和雷子的感情。如果没有我的介入，你们可能还在一起。”婆婆，我打断她，我和陈磊的婚姻问题不只是因为拆迁款，我们之间的隔阂早就存在，拆迁款只是最后一根稻草。婆婆叹了口气：“我明白了，只是看到雷子现在这样，我心里很难受。她每天都在后悔，说如果当初听你的劝阻，不赌博，好好经营婚姻，你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”我没有接话，只是沉默地看着窗外。曾经的感情已经回不去了，再多的后悔也无济于事。小文，我知道这样问很过分，但你有没有可能考虑和雷子复合？婆婆小心翼翼地问。我摇摇头，不可能了，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不想再回到过去。婆婆显然对这个回答很失望，但也没有再坚持。她起身准备离开。我理解，剩下的钱我们会按时还清的，你放心。看着婆婆离去的背影，我突然感到一阵释然。这段婚姻给我带来了痛苦，但也让我成长了很多。我学会了保护自己，学会了坚守底线，也学会了放下过去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婆婆按时还款，从不拖延。每次来都会简单说说陈磊的情况，但再也没有提过复合的事。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，从最初的敌意到现在的尊重。1年后，最后1期还款也如期而至。婆婆把钱交给我后，郑重地说：“小文，谢谢你当初愿意帮助雷子。这1年来，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错误，是我太贪心、太自私，才毁了你们的婚姻。”我看着这位曾经咄咄逼人的婆婆，心中竟有一丝怜悯。婆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希望您和陈磊都能好好生活。雷子现在已经出院了，找了份新工作，情况比之前好多了。婆婆说，她常常提起你，说很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。我只是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无论陈磊如何后悔，那段婚姻对我来说都已成为过去。我已经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，不会再回头。3年过去了，我的咖啡馆生意蒸蒸日上，
又开了2家分店，剩余的拆迁款经过合理投资，也有了不错的回报。我的生活充实而平静，偶尔会约会，但还没有遇到能走进我内心的人。直到今天，我在咖啡馆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陈磊。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瘦了很多，但精神状态似乎不错。好久不见，小文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微微一笑。好久不见，我平静地回应。要喝点什么？一杯美式就好，他说，然后在我对面坐下。你的咖啡馆开得不错啊。我简单地点头，还行。你现在怎么样？我现在在一家物流公司做销售经理，工作稳定，不赌博了，也戒了烟酒。陈磊说，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错误，我终于明白，当初是我太自私，太懦弱，辜负了你的信任和付出。我递给他一杯咖啡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很高兴看到你现在过得不错。陈磊接过咖啡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口道，小文，我知道这样问很冒昧，但你现在有新的伴侣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很享受单身的状态。我如实回答。那我们有没有可能？我打断了他。陈磊，别再说了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不可能再重新开始。陈磊露出失落的表情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我理解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很后悔当初的决定。如果时光能倒流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。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后果和结果。我平静地说，既然做出了选择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陈磊若有所思地点头。你说得对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承受失去你的痛苦，这可能就是我当初选择的必然结果。我们沉默地喝着咖啡，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最后，陈磊起身告辞，谢谢你的咖啡，也谢谢你当初的帮助。我妈常说，如果没有你及时伸出援手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微微一笑，不用谢，祝你一切顺利。看着陈磊离去的背影，我心中没有波澜。那个曾经让我心动，后来又让我心碎的男人，如今在我心中已经没有了特殊的位置。有人说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也有人说，金钱是爱情的试金石。在我看来，真正能经受住考验的感情，既不会被婚姻消磨，也不会被金钱腐蚀。拆迁款到账的那一天，婆家递来离婚书的那一刻，我看清了这段婚姻的本质，那不是基于爱与尊重的结合，而是建立在利益与依赖之上的交易。当我拿出那张房产证，证明拆迁房是我的婚前财产时，我不仅仅是在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益，更是在收回自己的人生主导权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不能大度一点，分点钱给前夫和前婆婆？毕竟夫妻一场，不是吗？但我要反问，当一个人把你视为提款机，而非平等的伴侣时，你还有分享的义务吗？当一段关系的纽带是金钱而非感情时，这段关系还有存在的价值吗？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这与大度或小气无关，而是关乎自尊和边界。在婚姻中保持经济独立，了解并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益，不是自私，而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。今天，当我坐在自己的咖啡馆里，看着窗外的行人匆匆而过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与满足。生活给了我一记重拳，但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，更加独立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会遇到真正值得托付终身的人，又或许我会一直保持现在的状态，独自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。无论如何，
我已经学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自己的底线，保护自己的权益。这大概就是那张房产证带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，不只是300多万的拆迁款，而是重获自由的人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